中國入世最後一步是怎麼走完的。1999年11月，中美談判進行到第25輪，6天6夜過去，還剩最後7個問題，誰也不肯先鬆口。會議室裡的空氣凝重得像要凝固，誰也沒想到，就在最後關頭，一個人的出現讓局面在幾分鐘內徹底翻轉。如果還沒看過完整內容，點擊頭像進入主頁，找到上集觀看。這集咱們接着往下看。1999年11月15日一大早，北京的談判桌前，氣氛比前幾天更沉，雙方都清楚，再談不攏，這一輪就要不歡而散。11月15日一早9點半，轉折出現了。國務院總理突然出現在外經貿部的談判現場，直接坐上了談判桌。前3個問題，他一連說了3個同意。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坐在旁邊，心裡越來越沒底。總理這麼痛快的表態，國務院並沒有正式授權。他不斷給總理遞紙條，紙條上寫着同一句話：國務院沒授權。沒想到朱總理一拍桌子說道：龍永圖，你不要再遞條子了。會議室瞬間安靜下來。輪到第4個問題，也是最難啃的那一塊。朱總理直接對美方代表說：後面4個問題你們讓步吧，如果你們讓步，我們就簽字。話音剛落，會議室再次安靜下來，全場都在等美方的反應。5分鐘後，美方點頭了。這場拖了6天6夜，卡在最後關頭的談判，就這樣在5分鐘內峰回路轉。當天，中美雙方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美利堅合眾國政府關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雙邊協議，這是入世路上最難的一道坎。2000年5月，中歐簽署雙邊協議，此後中國先後同37個世貿組織成員完成了雙邊談判。2001年9月，在瑞士日內瓦，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全部法律文件經多邊談判審議通過。2001年11月10日，卡塔爾多哈世貿組織第4屆部長級會議現場，木錘落下，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申請正式通過。那一聲錘響，很多人等了15年。第二天，11月11日，時任外經貿部部長石廣生代表中國政府簽署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隨後把江澤民簽署的批准書遞交給了世貿組織總幹事。這份議定書最後定稿厚達1000多頁，重10多公斤，簽字用的那支鋼筆由上海英雄金筆廠特制，前後花了4天，經過200多道工序。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第143個成員。從1986年遞交申請到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整整15年。回頭看這15年，從1993年江澤民定下的那3句話，到1999年談判桌前守住的政治底線，再到朱總理5分鐘拍板的臨門一腳，中國這一路守住了該守的，也讓出了該讓的。從1986年那份薄薄的申請書，到2001年那支重10多公斤的簽字筆，中間隔着15年，隔着4任首席談判代表，隔着無數個像11月15日那樣的不眠之夜。今天的故事就到這裡，點頭像進主頁，更多歷史故事等你解鎖。